生命灵数2号人，请注意，你太体贴了，你一定满头问号。体贴不是优点吗？而且身边的人都称赞到不行，怎么会有问题呢？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因为你太好了，太棒了，甚至不用开口，2号人会顺便帮旁人一起准备好。结果就是在2号人旁边的人变得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软烂，不小心变废柴，被嫌弃才吓一大跳。除此之外，2号人也很头痛，事情怎么会越做越多，越来越忙，想拒绝才发现自己拒绝不了。不管你是操劳的2号人，还是被2号人宠坏的人，今天的节目就是来帮忙你的，一定要看完哦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让你轻松做自己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所有通知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怎样和生命灵数2号人合作不变废，马上用你的灵数来签到，就不会找不到了哟。先来认识生命灵数2的优点是什么吧。数字2最简单的说法是感知力。它是让你发现障碍物，主动绕道的感应能力，在别人冲撞障碍物的时候，就你懂得轻松绕过去。有2的人有快速闪避眼前障碍物的感知力，有3个2以上的人能轻巧闪避周遭障碍物的综合能力。至于2号人，你的感知力是拿好拿满的，换句话说，你已经拥有最高级别了。什么意思？大概和 NVIDIA 的自动驾驶一样厉害，能够提前判断前方的障碍物有哪些，然后判断接下来是要减速慢行或是绕道处理。经验值越高的2号人，反应的速度和能力都很惊人。对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、可能冲突的场面，为了避免事态扩大，会先布局并找好帮手。知道会有问题发生，已经很厉害了，你还能预防哦。换句话说，你能带大家一起闪避可能的麻烦。因此2号人和数字2很多的人会被解读为体贴、有沟通能力，甚至很得人心。感觉有2号人在，似乎什么都不用烦恼了。来说大家和2号人合作时能得到的好处。2号人的超强感知力等于拥有卓越的预警机制，只要现场有一个2号人，就非常不得了了。2号人能敏锐地察觉环境中的风吹草动，在危机尚未成型之前，就先一步捕捉到旁人的情绪，可能是感知到昨天和今天的情绪落差、说法不一致。这不是靠直觉，而是根据吸收进来的讯息与逻辑上的违和感。这种防范于未然的天赋，能让团队在踏入盲区前及时转向，降低试错成本哦。好处不止这样，2号人还擅长精准调频，能读懂其他人的言外之意，特别是对方不好意思说的。这个超能力能够省去大量的沟通内耗。当潜在的冲突或麻烦露图时，你常常是第一个发现者。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，因为大家都还没发现，2号人就有足够的时间用圆融的方式提早化解，以确保接下来的合作过程能够像丝一般的顺滑。有2号人在，很容易营造出充满舒服的工作氛围。与这样的伙伴同行，让整体效能发挥在创造价值上，而非处理琐碎纠纷，是不是非常厉害呢？与感知力强大的2号人合作，好处真的很多。对身为伙伴的你来说，舒适度大大提升了。但这里有一个你没想过，但非常值得警觉的心理陷阱，就是一旦习惯了，让你产生感知退化的风险。与2号人合作，就像身边有全天候的高精度雷达，总能提前嗅到危机，化解冲突，帮你补齐逻辑瑕疵。你的大脑会因为环境过于安全而进入节能模式，产生以下3种变软烂的倾向。1、直觉钝化，因为有人帮你过滤了风险，你会逐渐丧失对环境的敏锐度。就像长期依赖 GPS 导航的人，一旦失去讯号，会瞬间失去方向感。2、责任感位移，当问题被对方提前解决，你可能会认为反正他会发现，在细节处理上变得粗糙。心理补偿会让你从合作者退化成为执行者。
3、判断力依附。过度信任对方的预警会让你停止独立思考。最恐怖的是，你不会第一时间发现，当双方意见分歧时，你可能懒得去论证而选择盲从。这对个人领导力与决策能力久了会是一种伤害，导致你和2号人的合作渐渐变成一个负责看路，一个负责闭眼开车，那就进入软烂的危险边缘了。当景气不好的时候，你的裁员危机就会爆发了。如果你的主管、同事或是家人中就有2号人，你应该有被2号人照顾到变软烂的经验。在没办法解除关系或保持距离的现实中，有没有保留2号人优点，同时保持清醒的方法呢？当然有，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再说的就是这个，只要你学起来，就能独立自主的和2号人合作哦。要避免在2号人身边变软烂，被外部人嫌弃，就要从被动接收结果转向主动同步逻辑，在享受合作优势的同时，持续磨练自己的职场肌肉。请建立对账机制，每当2号人提前预警，例如察觉客户情绪不对，并成功避开麻烦后，不要觉得好险，要在事后主动询问2号人，刚才你察觉到不对劲时，是看到了哪个细节呢？透过对账，将对方的隐性直觉转化为显性知识，把2号人的讯息雷达一次一次变成你的教材。接着尝试预测练习，在开会或执行新计划前，先做一次风险扫描并记录，再与2号人的观察比对。在对方开口前，先写下你认为可能出问题的地方，这能强迫大脑保持运作，避免自己进入节能模式。即使你的预测不精准，这也能防止你的判断力萎缩。熟练之后，进一步定义专业边界与责任区，明确划分出哪些部分是你的绝对责任区。这些区域内要求2号人只给观察，不给答案。具体的做法是告诉伙伴，这些部分的决策由我负责，如果你感觉到有风险，请直接告诉我你的观察，但让我来想对策，确保你依然有解决问题的主导权，而非仅仅是执行对方的修正指令。最后，请刻意练习钝感力的价值来进行互补。感知力强的2号人容易因为细节过多而犹豫内耗，这正是你发挥互补作用的时刻。特别是当对方捕捉到太多负面信号而裹足不前时，你可以发挥稳定军心的角色，评估这些风险的实质影响力。你不用比2号人更敏锐，而是筛选与决断。透过互补，你可以建立另一种高阶能力，而非依赖。前面说了这么多，感觉好像2号人问题很大，当然不是，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感知力强大的2号人看过来，这项天赋若不加管理，很容易变成一场感官过载和责任无限的灾难。请帮自己建立心理防火墙与资讯筛选机制。以下是给感知力强大的2号人自我调整的建议： 1. 区分感知与责任。敏锐的人最容易累，因为常常把察觉到问题等同于我有责任解决它。请在心中建立一道过滤网，察觉到细微的风险时，先问自己：这是我负责的范围吗？接下来，问题在可控范围内就好，不要抹平所有的不完美。2. 建立资讯降噪缓冲期。能读懂言外之意，代表你的大脑随时都在高速运转中。在密集的合作沟通后，请留出15到30分钟的感官静止期，例如不看手机、闭目养神，目的是让超载的信号沉淀，避免因为过度共情或过度解读，导致在决策时产生疲劳性的偏差。3. 尝试将直觉转化为数据或逻辑。感知力强的人在成熟前会有说不清理由的困扰，只能说感觉不对，一定会发生沟通有落差的挫折。当你感知到风险时，请用1到2个具体事实来说明，不要说我觉得客户不满意，改说我注意到客户在谈到预算时眉头皱了一下，语速也变快了。这能让你的天赋成为团队听得懂又好用的工具。4. 寻找稳定的合作对象，这很厉害哟。
2号人最好的合作对象不是另一个同样敏感的人，而是找一个情绪稳定、逻辑清晰、有钝感力的人。当你因为讯息过多而忍不住焦虑时，请交给伙伴去进行物理性的判断，请对方的稳定踏实成为你的能量保护站，形成你负责导航，他负责稳住船身的互补模式。这里会回到第一步，察觉到问题不等于自己的责任，请每天练习一次，拒绝介入非必要的责任开始。这能过滤出在合作中最让你感到心累的事，是环境的负能量，还是对细节的完美主义发作。一旦发现了，你就能把感知力留给最重要的时刻哦。让天赋技能发光发热，就是生命灵数的价值，是不是干货满满？赶快按赞转发给亲朋好友吧！想知道2号人把感知力全开、体贴的灵魂动机吗？欢迎加入会员，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，就能看到开启会员以来全部的讯息哦。感谢加入会员，超级感谢和粉丝热推的朋友，生命灵数康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